王爷，小人还是去找人来看看吧。最近这些日子邪门得很呐。王爷，您身子弱，怕被冲撞。不用，本王说不用就不用。有问题，那梦一定有问题，所以母妃一定知道这个梦的真相。回京后一定要见母妃一面。李管家，喜事，有大喜事啊！进来。小人见过王爷，给王爷请安。什么喜事？说吧。刚刚出城打探的兵士回来了，说不仅衡山4城解围，连琅琊堡也解了围，搞不好一会儿慕容姑娘、云池他们就能回来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刚刚小人为谨慎起见，特意弄了匹马出城看了，城外真的是吓死个人，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人肉。如果真如猜想，应该都是他干的。他到现在都没弄明白，之前每次梦见的巨兽竟然能够被他所用。韩叔，昨天半夜可有人进本王的房间查看？没有。慕容姑娘、朱姑娘，太好了！刚刚谢将军下令了，所有人立刻整理行李，我们要回衡山城。你是说所有敌军都死光了，被不知名力量杀死了？是的，你亲眼所见？小人亲眼所见。刚刚小人特地出去了一趟，见琅琊堡外面满是尸体，不对，是尸块啊！我出去看看。您三思啊，那个画面真是……哎呀，太恶心了！如果单纯吓人的话，小人就不拦着您了。但是您能想象吗？这脚底下踩的都是滑滑腻腻的雪，还有啊，走路就能看见肠子。你别劝了，我得出去看看啊！小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别，我怕你走一路吐一路。奴婢不会，而且我们房间也没什么可收拾的。你确定可以？奴婢确定可以。父亲，孩儿让您担心了。好孩子，好，回来了就好。你家王爷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抱歉啊，朱大公子，小人失态，实在是抱歉。小人现在就带您去见主子。不用，特殊时期用不着那些虚礼。我知道您肯定有许多问题想问李公子，更何况刚刚我们还勘探了琅琊堡周围的情况，让李公子仔仔细细给您讲讲。我让别人带我进去就行。哎呀，这慕容姑娘啊，外冷内热，是个好人，王爷也是个好人。如果慕容姑娘能够和王爷结为夫妻的话，那可就真是太好了。你长什么样我还能不知道？见我而已，用得着戴面具？没有特意戴，这面具戴习惯了。戴这么习惯，还能戴歪？还有，你左侧刘海夹在面具里了，右侧也夹了几根。榴莲，你去外面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朱榴莲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跑，给瑞王和小姐留下单独的时间。行了，这里没外人了，用不着装模作样，把面具摘了吧，那东西怪重。好，琅琊堡的人都回来了吗？没，他们还在收拾行李，估计大部队一起转移吧。我们是提前回来的。用午膳了吗？还没。我让下人给你准备午膳。不用，暂时还不饿。我看看你的脸，最近我蹭了一些经验，本来能换一台很牛批的激光治疗仪，但史公基那个蠢货竟然中箭，害得我多出了手术室救他那舔狗命，浪费了不少经验。后来又救了一个斥候，现在激光治疗仪可能得再等等了。如今我的眼睛治好，腿也在康复中，脸上疤痕便不用太过着急了。怎么不着急？你为了我千里迢迢跑到前线，想尽办法帮我伪装进入军营，还差点死在衡山城。如果我对你的病情还不上心，我还是人吗？不行，你身上所有伤我都会拼尽全力给你治。我也不是女子，美丑对于我来说不重要。怎么可能不重要呢？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对呀，我怎么忘了？琅琊堡的伤员被我治得七七八八，还没有治衡山城的呢。您先忙着，我去找编号去了。不行，留下来陪我。你说什么？你们这么多天音讯全无，本王等得火急火燎，现在刚一见面你就要跑，把本王当成什么？便是一块泥菩萨，也有几分脾气啊！这你说的有道理，但用得着这么凶吗？正常说不就行了？正常说，如果本王正常说，你现在早跑了。啊，好吧，你说的对。其实蹭经验，我也不需要亲自到场。榴莲，你进来。门外的周榴莲听见，急忙进了房间。小姐，奴婢在。你去问问李公子和李管家聊完没？如果聊完了，就让他过来一趟。拜托他去采买一些金疮药粉，隔空蹭一点经验。是，小姐。我都安排下去隔空蹭经验了，你还不放开？你拉我拉的，我都害臊了。本王信不过你，等他们买了金疮药再说。不是，你这家伙倒是慧眼如炬，竟然能看出来我想跑。那张画你看了吗？啊，看了，这几天一直在看。是你想要的东西吗？是我要的。能不能再帮我想想，你是怎么看到那些场景？是否有什么途径？好，我尽力。那地方和他有什么渊源？难道他想去？如果他去了的话，
我怎么办？或者跟过去？既然他们去，那我也可以。关于城外的怪事，你觉得是人为还是神迹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神迹吧，除了剑气，我也想不到其他的。剑气，说说看。大概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些画板，里面讲一些人的武功登峰造极，无形的内力可以物化，挥剑时能甩出一道剑气，剑未碰人，但人能被剑气砍成2半，这也是有喷溅血迹而无滴落血迹的原因。所以你认为是神迹？对。如果世上真有神物，你对这些神物有何看法？会不会讨厌？没什么看法，也不会讨厌。其实从前，算了，不说这个，解释起来麻烦。给我讲讲好吗？无论你说什么，我绝不会多嘴追问，只听你主动讲的。从前我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都有常人没有的能力，可能是我见多了习惯了，所以见到这个神物杀人便见怪不怪了。你之前认识很多这种法力无边的神物？不，我不配。你以为一口气杀这么多人的神物是想认识就认识的吗？我说的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，只是比正常人实力强一些。例如说，有人速度更快，有人力气更大，有人挨打积攒伤害值，当伤害值到达一定程度便会变身爆发。你和他们感情很好？你很想念他们？虽然认识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但一起经历生死，说不想念是假的。你找不到他们了？如果你信得过，可以提供一些线索，我帮你找。找不到了，都死了，大家都死了。死了？他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就在这时，李云池和周榴莲两人进了来。我的天，发展的这么快了吗？李公子，你别瞎想，他拉着我是怕我跑，没别的意思。人都来了，还不放开？后者只能乖乖放手。衡山城内能买到金创药粉吗？恐怕是买不到了。衡山城和琅琊堡不同，这里是主战场，战事最为惨烈，伤员也最多，城内药铺所有的药都被征用了。琅琊堡的药还多吧？还有不少。石君一他们应该还没有到衡山城，你立刻快带人回去，把金创药粉截下来，哪怕截不下全部，也得截一半，我有用。是啊，小姐，那奴婢呢？你别去，你一会儿和李管家邀一些人，开始给我碾药片。等李公子的金创药粉回来，就立刻包药。说着蹲下身，从空间里一口气掏出来10来个药碾子。我去，好家伙！我想问一些问题，可能有些冒犯，你要是想答便答，不想答的话，万不要勉强。王爷说这话就客套了，你说吧。你说认识许多有异于常人之人，你是不是也是其中一员？没错，只是我的异能就是这个医疗空间，除了空间之外，我没有其他异能。那能不能讲讲与你交好那几位有什么异能？你可以不说。他们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和我一个小组，还有3个人，都是女子，其中一个人力气很大，大到可以举起半栋房子，而且身手极好，一个速度很快，快到你和他对打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，而且只要他用了异能，我们的动作在他眼里都相当于慢动作。最后一个特别抗揍，一边抗揍一边积攒伤害值，当伤害值到达一定程度，就能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。世上竟有如此奇妙的本事！这就奇妙啦！瞧你那点出息，你应该出城看看那些尸体，那才叫本事。如果当时异能小组有那本事，还犯得着被炸弹崩死？说点正事吧，琅琊堡被围号，李云池为了参与守城，主动暴露了身份，加之又出了神物的怪事，我觉得朝廷搞不好会仔细调查。我们还要继续隐瞒身份吗？毕竟一个谎言若是被拆穿，就要用千百个谎言来圆，到时候谎言雪球越滚越大，惊动了皇上，只怕对我们不利。关于这一点，这几天我也在想，我与你想法一样，应该表露身份，只是得拿出一个合理的理由。我的理由倒是好找，就是担心昌宁侯和沈公姬的安全，又怕昌宁侯不同意我跟来，所以化名跟了过来。只是你就不好解释了。我化名来衡山城也好解释。怎么解释？却见何君美丽一低头，书案下面的抽屉里掏出来几个账本。说你来收账？不是，因为要开战，所以这里有一些生意人会低价变卖家产，逃到内地。我看准了时机来收下这些产业，等局势平息下来，再高价卖出去，赚上一笔。你真收了？是啊，来都来了，顺便就收了。价格低吗？十分低廉。以后价钱能涨上去吗？最少翻5倍。
那你说的这些能赚多少？不多，不到1000万两。这种低买高卖的买卖，你从前经常做？谈不上经常，就是看见了随手就做了。毕竟眼看着能赚的银子却不赚，有点难受。然后百姓们也跟着逃。刚开始是有一些商贾跑来套我的话，我当然不会和他们说。后来他们可能是达成共识，见我投什么，他们就投什么。再然后这消息传了出去，连百姓都跟着投了。因为此事，我还被皇上狠批一通，让我以后投什么都不能用本名，只能化名。皇上批了你，竟然还让你继续投，看来皇上也不算是完全没人性嘛。所有我赚的银子都上缴国库70%。什么70%？他把你赶出皇宫，对你不理不睬，你赚的银子还要上缴70%，凭什么呀？别生气，其实没什么的，钱财而已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，凭什么？就凭他贡献了1粒蝌蚪？我说你这样也能笑得出来？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对皇上，我肯定是准备了2个账本，不会少到把所有银两都给他的。不是，就算你有2个账本或者3个、4个账本，皇上对你如此，你能忍？不忍能怎么办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更何况母妃还在他手上呢。算了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没有经历你的苦，不能对你的人生指指点点。何况我自己混的也不怎么样，更没资格对你指手画脚。我喜欢你对我指手画脚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不了。云池，小人在，王爷有何吩咐？推本王出去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们一起包药。这王爷，我们几个人就够了，这种粗活怎么敢劳累王爷呢？把他推出来，让他一起干，人多力量大。是慕容姑娘。李云池无奈把王爷推了出来，之后还很有眼力劲儿的把王爷推到了慕容姑娘的身旁。干得漂亮！将包药的位置留给小姐和瑞王2人，也算是间接创造了2人世界的空间。我教你包药。好。这样开始一步一步教学起来。君北玉记忆力极好，看了1遍就记住了，很快便包好了1包。这样可以吗？包的真不错，可比榴莲聪明多了。过奖了。继续包吧。2人对话简单，声音也不大，轻声细语的，听在旁人的耳中甜滋滋。突然唰的一下，君北玉的手指就被草纸划了一道伤口。君北玉垂着眼看着手指上的血，眼神懊恼又愤怒。慕容朱雀则是淡定的从衣袖里掏出镊子、棉球、碘酒和纱布帮其包扎。很快手指包好，瑞王也没法包药了。君北玉心中懊恼的紧，要出来帮忙的是他，还没包几个，受伤的也是他。他出来就是为了闹笑话，果然废物永远都是废物。榴莲，你继续包药。是，小姐。房间内，君美玉以为女子送她回来之后就能离开。有棋盘吗？君美玉一愣。棋盘？下棋的棋盘？对。在那边的柜子第2个。慕容朱雀按照瑞王的指引，很快找到了棋盘，随后把上好紫檀木折叠棋盘搬了过来。你才能是左手，用右手陪我下棋吧。就割开1道伤口而已，没残。随后，慕容朱雀用了黑子，先在棋盘上落下1子。该你了。君美玉捏起一枚白子，凝视着棋盘上的黑子。随便下吧，反正我不会下棋，你用心，我也是瞎下。闹了半天是不会下棋啊。2人就这么你来我往，好像酣战，实际上毫无章法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君美玉抿了抿唇，就知道他在哄她，真是丢人。堂堂大男人需要一名女子哄，君美玉更讨厌自己了。至于吗？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你有赚钱这个金手指，可比他们厉害多了。他当然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，但也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，无论他有多少银子，都买不来女子的动心。他郁闷的是，在女子面前丢脸，人家本来就不喜欢他。慕容姑娘，你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替嫁给沈世子，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夫君啊？不嫁，我是不婚不爱族，觉得迁就另一个人太麻烦了。我只喜欢独来独往，所以没打算过谈恋爱或者成婚。是因为礼部尚书对你娘薄情寡义，所以你对男人彻底失望？不是，原因我刚刚说了，我讨厌经常迁就人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所以我连同性朋友都很少。但你和朱榴莲看起来很融洽，并没有感觉到你对她的排斥啊。他呀，他情况特殊。她是丫鬟嘛，什么都听我的，一向是她迁就我，而不是我迁就她，所以我能容下她。只要迁就你就可以？对啊，我说东，她就不说西，我让她干什么，她绝无二话。君美玉差点脱口而出，她也可以，她能比朱榴莲更顺从，但君美玉却知道，现在还不是表白的时候。要比朱榴莲更顺从，无论大事小情，都听慕容姑娘的。2人正在下棋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慕容朱雀放下棋盘，走到窗前。
发生何事了？李管家来了，正和李云池说些什么，好像很焦急的样子。王爷，说，昌宁侯、沈世子、石军一和谢将军来了，现在正在前院的正厅里。本王知道了，先让横叔在正厅陪陪他们，本王一会儿就到。是，王爷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咱们这伪装的身份瞒不了多久，不过这样也好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公开身份吧。帮你。慕容朱雀上前帮男人戴面具，省得他再把自己的头发卷进去。本来君北玉有话想说，但女子这么一靠近，他鼻腔里都是女子身上混杂药味的香气，眼睛里都是女子的倩影，想说的话愣是忘得干干净净。凶手是真狠呐，这么一个大帅哥，说烧就烧，换我可下不去手。哦，对了，我也得卸妆。王爷，您这房间能借给我吗？可以。君美玉话还没有说完，连人带轮椅就被推出了房间，直接扔到了院子。榴莲过来，我们换衣服。是，小姐。这慕容姑娘就这么把王爷扔出来了？看什么看？本王很乐意，本王很高兴。半个时辰之后，一出来就看见还等在院中的瑞王。哎，你们要去前厅？等你一起去。不是，我换衣服估计有半个时辰，你就这么一直等着我？上昌宁后他们一直等着你。他们如果有急事儿会先回去，或者让人来催。既然这么长时间没催，说明比较闲。既然闲，多等一会儿也无妨。好嘛，这人不讲道理起来，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。随后，一众人便向前院走，而瑞王却时不时的偷看身旁的女子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我？王爷是不是觉得今天小姐有些不一样？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小姐不是把眉毛给拔掉了吗？今天画了眉毛，还有刚刚卸衣戎妆，眼睛周围一时间卸不掉，便留下了，所以今天的小姐更楚楚动人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两人一唱一和，帮瑞王解了围，很快到了前厅。瑞王到！除了昌宁侯有爵位行拱手礼之外，其他人都要对瑞王跪地问安。免礼，起来吧。诸位请坐。李云池将王爷推到了主位上。他果然来了，这丫头真是不知死活，什么地方都敢来。王爷和侯府少夫人要怎么解释化名的原因呢？而且还要解释一名有夫之妇和外男接触啊！我下官不知王爷在城中多有疏漏，请王爷责罚。昌宁侯请起，本王来衡山城是奉皇上之命，匿名做一些事情，侯爷何错之有？再者，侯爷守城有功，跟化险为夷，力挽狂澜，本王都看在眼里。等回京后，会将此事如实禀告给皇上。瑞王匿名来西部，既然是为皇上办事，办什么事？既然瑞王在城中，为何无人来支援？难道不顾瑞王安危吗？关于本王的任务，这里没外人，便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说白了，就是赚银子，充盈国库。本王预料到西部开战，物价定有所波动，与其被人刻意压价，还不如本王按售价回收，也算是双赢。而匿名的原因，你们应该也听过，民间有许多商贾以及百姓会根据本王的举动来进行投资。倒不是怕百姓们赚钱，但理性的投资是投资，盲目跟风只会血本无归，家破人亡。所以为避免跟风误导众人，本王便匿名行事，这也是皇上的要求。你们应该也好奇，为何本王与慕容姑娘结识吧？这件事儿让慕容姑娘自己说吧。是这样的，自从侯爷和世子离开京城之后，我便惶惶不安，总觉得是要发生什么。思来想去，决定还是去前线看看，能帮上多少就帮上多少。后来便扯了个谎，离开京城。谁知刚出京城就遇到了贼人，好在被路过的瑞王所救。说起来，侯府与瑞王府相邻，也算是邻居，我便把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行目的说了出来。王爷心善，不仅分出一辆马车，带我们一同前往衡山城，还让我拜到石军一名下为徒，成为了一名军医，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侯爷，也为我们西凉江山尽一份力。太可惜了，我之前想收朱大和朱二到军中，谁知竟是少夫人。话说少夫人易容术师从何人？我是一点都没看出来你们是女子，只以为是两名机灵的少年呢。